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呢，我们家瑞宝没有上学。昨天下午我和强子我们带他回老家。就是回家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跟西西他们在院子玩，玩着玩着，哎，瑞宝就说妈妈我头疼。头疼，我想着是不是感冒了呢？然后我和强子我们就回来了嘛。回来到车上，他还一直说头疼，他脑袋疼，头疼。我一看瑞宝的脸就是红扑扑的，我去摸他的头，发现他头特别烫。到家里面我就赶紧给他量体温，一量体温就瑞宝就是发烧了，烧到这个39.7度。我们家瑞宝还是第一次就是这种情况，以前他就是感冒的时候就是什么咳嗽啊、流鼻涕，但是这直接就发烧了。然后我就赶紧带着他去找我们之前经常找的那个儿科医生去看嘛。然后那个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可能我没有那个就是关注嘛，最近有一个流行感冒叫做甲流。就说这几天来这给小孩看了，都是这种，就是一感冒一着凉就直接就发烧的情况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到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阳嘛，我以为是不是又感染了这个新冠呢？但是医生说，他说这是甲流这个流行感冒。从昨天下午大概是6点多，然后瑞宝发烧，然后我就给他医生说那个叫他吃那个退烧药嘛，退烧药吃完之后，我们就洗洗刷刷睡了，然后到那个叫12点的时候又起烧了，就是吃完退烧药他退烧了，退烧之后他又起烧了，他起烧的这个症状就是害冷，然后打冷战，然后而且还特别烫，浑身烫。只要一量就是39度多，但是他没有就是不到40度嘛，也没有超过40度。那个医生还是建议说那个吃退烧药，然后就叫他这个降温降下去嘛。然后我又给他喂了这个退烧药，到夜里就是夜里5点，大概是5点40多，5点46那时候看了手机，他说他还咳，妈妈我口渴，我就赶紧起来给他弄水。我又弄水之后，他又躺到被窝里，又打冷战，手特别冷。我又去摸他的脚是凉的，但是身上是热的。然后我又给他量体温，一量体温又烧到就是39.5度，这都是3次了。再加上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又起烧，然后反反复复已经又烧了4、5次了。下午3点的时候。对，下午3点的时候也是一量体温，然后39度多。然后一直用着药呢，然后也没敢让他吃一些油腻的东西，就喝粥、吃馒头之类的。是医生建议就是让他吃一些清淡的。这边强子你先看看西西吧，待会儿瑞宝他说他要写作业，我再给他看看，因为他今天上课也没有去嘛，老师讲的东西我再给他讲讲。好不好？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光想去瑞宝这儿，还给瑞宝喝水，他也喝水，他也看见哥哥难受，他趴到他腿上，瑞宝难受的不得了，西西就趴到瑞宝的腿上，喊着哥哥。哥哥对他好，他喜欢跟哥哥黏在一块儿。看，15减7也是7加多少等于18。哎，媳妇儿，现在瑞宝啥样啊？现在情况？他刚才要写作业呢，但是这个作业快写完了，就剩1题了。他这会儿说他肚子有点疼。现在退烧了吗？瑞宝？我摸着，反正还是有一点小烧吧，估计还头还有点热，但是没有那么烫嘞，而且脸不红。他吃了退烧药，他就会退烧，就跟之前是一样的。要不行的话，明天还继续请假吧。医生不是昨天我带他去看了吗？那个之前就是经常找他那个儿科医生，他说的最近过来就是看这里小孩呀，基本上都是一受凉，然后基本上就发烧。他说的可能你没有关注过，他说最近好像就是这个甲流，这个流行感冒嘛，叫甲流。他说的那个他得这种症状就是发烧起烧，待个2、3天。这是他的那个体质好2、3天，如果体质不是太好的话，待个1星期。你说的是甲流，但我查的是新冠肺炎。所以说我也是的，我在这儿想问朋友们，然后你们身边的，你的这个小孩有没有像就是瑞宝这种症状？现在俺们还没测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
就是咱们再观察一夜，因为现在他是一分儿好，一分儿烧，一分儿退，这不固定。但是那个医生建议就是说，如果超过40度的话，就赶紧去医院。如果想去检测的话，那也可以去医院检检。对，那个医生他今儿早上还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这个事情，他说那个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超过40度的话，然后让我带上医院给他做检查。如果要是没有超过40度，还是在一直38度5什么39度，就是叫我给他吃的就是那个退烧药嘛。目前在家里观察着。另外给瑞宝检查的就是瑞宝，他是一发烧，他有点咳嗽嘛，然后他这个扁桃体有点发炎。然后这边又给他包的那种就是治咳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消炎的那个药搭配的一块吃的。另外他也给了我一个那个退热酸嘛，就是不是口服的，是用的。他说的那个如果说他要是烧到39度以上是备用的药，然后叫我给他用。我现在还没给他用，刚才他给我微信语音过。他说目前我们现在是搁家里先观察着。对，反正这个情况也非常的棘手，咱第一次遇到啊。他说根据他的体质是，有的人都是好几天。现在我在想，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新冠肺炎啊？我看网上有很多人，他新冠肺炎过了年，他二次感染的，或者又重新感染的可多。现在网上。谁说那咱们？因为他们新冠肺炎有点像新冠肺炎的这个症状，全身发冷、发抖。还咳嗽，但是新冠肺炎啊，你看咱了解的，这都是发烧，发完烧之后吃了烧，吃了药，他好像都是不带烧的吧？他是我算了大概都是3-4个小时烧一次，然后都是烧到39度多，不到40度，都最高的39度8。反正就是从昨天到现在，来来回回平均1到2个小时，然后烧一次。就是把它退掉之后烧一次，退掉之后烧一次，我就感觉这样下去，对小孩的身体也不太好啊。他上午睡了，然后这回叫他睡觉他也不睡，这会儿他退烧了，应该那个是具体上次发烧是3点多时候，3点多吃3点40吧，吃了药，然后我要睡他也不睡了，回来他又要写作业的，这是今儿没上学，然后老师布置的做数学作业，还快写完了，他说他肚子有点疼。我的头，这个头还是稍微有点热，感觉如果他就是退完烧降下来就是37度多一点儿。作业写完了。数学。等会儿我给你检查检查。好的。其实字体还可以，能写，字体得写好一点。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？还有点小咳嗽。我看你那脸，我摸摸这头就是他吃了这个退烧药降温了。然后还是就是37度多一点儿。我是担心会不会把脑子给烧坏了。不会的。瑞宝说，如果脑袋烧坏了，会给爸爸妈妈说的。俺是第一次这样发烧，我特别担心。然后我也想在这问一下朋友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就是这种家里的孩子有没有这种症状？然后一感冒就直接发烧，发烧之后就隔个3-4个小时，然后又起烧了，就这样反反复复的。但是医生说他是现在这个流行感冒。他这一天好几次发烧，退完再烧，烧完再退，你说大人还受不了呢？对，我特别难受，那会儿就打冷战的，就是还冷打冷战。但是我们精神状态还好，他要求写作业的，然后早上吃饭也还可以，然后中午也喝了1碗面条，吃饭样子还可以，也不拉肚子。我还问那个医生，我一直就和他联系嘛，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做个身体检查什么的，然后他说要不要还有强制，担心说要不然给孩子输点水，就是我和医生聊到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事情嘛，因为他之前我们这边小的时候嘛，有一次也是感冒，他肚子疼，然后就输水嘛。在医院待了1星期。对，待了1星期，这主要是中间输水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儿就是小问题，当时把我们吓坏了。然后现在甲流我倒不怕，我就怕是新冠肺炎，然后过完年之后2次感染。这2天先请假吧，在家里面先观察着，实在不行我们就是给他做个家门啊。我想着是明天咱去医院，好好做个检查。
之前做的检查，我感觉只是表面性的。好不好，瑞宝？你怕不怕？小的时候怕那检查。怕抽血啊？扎手的时候，他不愿意。瑞宝，你这段时间好好的恢复身体。你看你妈昨天为了照顾你，虽然爸爸也起来给你泡药之类的，但是你妈妈是最辛苦的，是不是？他已经很懂事了。今天那个医生还说的，说那个比小的时候听话多了，懂事多了。今天早上起来还说妈妈对不起，我生病了，让你也没睡好。当时我和那个医生还聊天呢。是吗，瑞宝？医生还说，咦，这小孩6岁的小孩从他嘴里说出来这话，人家医生也得夸他。其实当然，其实每个小孩生病了，每个做父母的都特别的担心。谁想让孩子受命？宁愿让自己去受孩子这个疼，也不让小孩看到他难受啊！你上来干嘛？给哥哥又给你玩了。你看这退了烧之后，也是给正常小孩跟以前是一样的啊。你看他精神状态也可以，但是一发起来烧就还冷，就打冷战。看。希望别是新冠肺炎。给你玩，来下来危险，来吧。玩，他就喜欢给哥哥玩。这会儿让西西和瑞宝去客厅玩了，然后这个小西西跑到床上玩了，在床上不太安全，他们2个去客厅玩了。我这边呢又帮那个瑞宝把这个数学作业给他检查了一遍，写的也都对。怎么说呢？瑞宝啊也懂事了。这个作业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写的。他说老师每天他们都会布置作业嘛。我是那一会儿看他特别的难受，我让他让他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他休息了一会儿起来，然后就喝点水，他说要写作业，然后就赶紧写作业。反正也挺心疼这孩子的。主要是我害怕他就没想着让他写作业，他主动要求，你看看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语文老师要背书，那边笔记还要记。我说你先写完数学作业，先休息一会儿。因为现在刚上1年级嘛，他那个我感觉那个作业也挺多的。待会儿咱搁家熬点粥，吃点清淡的，好吧？今天下雪了，雪还挺大的。我们到医院了，这边是医院的停车场。还有个11点的，11点6。西西现在怎么样？西西？哥在车里等着呢。你哥哥在车里头，想找外边的，这个小哥哥。先那个血就是11点半能出来，然后那个新冠肺炎检测大概晚上7点能出来。找哥哥，要不下去找哥哥吧？啊？你先等一会儿。那也中。哥哥的。你看你昨天晚上都没睡好，你看。不敢睡了，我恐怕他发烧了。找到哥哥的。我咋了？你看，找哥哥的。问题在外面下着雪哩啊。不也是，在里面太热呀，还热我的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。
妹找你呢，你过来了。他在这里坐不住，非要来看看妹妹。他咱走到没走到阁里，走着，我说你，他看着有点想瞌睡，我这一弄他睡了。走吧，要不去车里坐一会儿，然后结果还得半个小时。我车里把暖气开开。走这边。小狗怎么叫？汪汪汪。小猫怎么叫？喵喵喵。大象怎么叫？对啊。大象这样叫的吗？老虎怎么叫？也是啊。看这状态还可以哈。小猪怎么叫？但是他没有昨天没休息好。对了。医生就给他检查说小鸟怎么叫？心率跳的有点快。检查血，查查新冠。叽叽叽叽。肚子也胀。河马怎么叫？吃东西吃的不多哎，每天早上起来都得喝。错是。吃奶粉，喝了奶粉还得吃饭。先喝奶，喝了奶再吃早餐，这个粥呀、小鱼怎么叫？菜呀都吃。今个还不歇我都饿。错。医生说他肚子有点胀。等会你也下班了。这边我们带西西从医院回到家已经是第2天了，这边西西已经好了。小孩子发现这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啊。哥哥已经上学去了，然后的话，西西在家再观察2天，好不好？没事了，你看我还能吃饭。西西喜欢吃面条，今儿给他炖的面条，西红柿鸡蛋面条。主要这段时间好多朋友关心嘛，说这好几天没更新视频，是不是家里遇到事情了？就是2个孩子生病了，然后我们之后照顾2个孩子的，那我这边也有点不舒服。你看我这个状态哈，今天。主要你的嗓子人也憔悴。嫂子好。他有自己的情绪。哎，你嫂子，你嫂子。他现在就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想自己吃饭。你刚才已经喝了1小碗了，他说还要，又给他盛一点。没事，让他吃吧，吃到满身都是的话，他也开心。还就是说，他有自己的脾气，耍性子，我反而开心，说明他健康了，活泼了。没有精神。没精神，一直抱着睡。然后今天是星期5，然后瑞宝的话，就这一周就星期5上1天课，下午去接他的时候，让他周末2天再好好歇歇。再休息休息，搁家里面。瑞宝是差不多好了，然后精神也好，状态也好，所以要去上学了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。上午的时候还回家一趟呢，回家一趟把咱们家的白菜给腌了。是的。回来之后西西睡了一觉，醒了之后橘子给他做的饭。带西红柿的。你好好恢复恢复，我看你吃那个药还是有效果的，嗓子好多了啊。嗓子好多了。主要这个流感我感觉比新冠肺炎来的更猛一点哈，咱全家都来了个遍儿。医生说那个流感主要是小孩比较严重，你看。孩子乖。大人没事，你头天发烧，第2天就好了。好了。你看他开心，你看没有？上手抓了又。没事，慢慢都好了。用手出来。虽然用手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，但是他现在这个阶段只能先这样，后续慢慢的引导过渡。好，还给你倒吧，赶紧上喝里。好，俺今天喝的是特别细的面条。然后那几天2个小孩你看看，反正也算熬过来了，差不多咱们也折腾了1个星期了。没事，我都好多了，你看我嗓子啥都好多了。就是憔悴。嗓子哑了，吃点药就好了，没事的。又淘气的哈。你不可以做鬼脸，做鬼脸都要喜欢挤个眼。长大了给他改这毛病。刚睡醒，待会儿给他扎头啊，头发弄乱了。好了，
哎呀，刚才饭桌上坐着就下来了。这面条一弄就断了，来细面条。我给了。嗯。